爱宝这个坐姿简直就是财阀本阀，只不过2个小跟班的气质暂时还没有跟上。辉宝这里还不小心被妈妈一下蹬下了小亭子，爱宝略显尴尬，急忙俯身去跟辉宝道歉。看到辉宝摔得还挺开心的，爱宝的内疚便没了。姨姨们可不要说爱宝偏袒瑞宝，在辉宝掉下去之前，爱宝还在让辉宝体验坐飞机的快乐，给辉宝把玩在手里，根本爱惜不够。一会儿，瑞宝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了下来，辉宝还从身边路过了一下。瑞宝躺在爷爷种植的南天竹前，吃着南天竹上发的新芽，这小模样不要太乖巧，而且瑞宝眼睛里有福宝一家其他成员没有的机灵感，一看就是大聪明，以后指定比福宝更会拿捏爷爷们。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趴在树上休息，小眼睛一点一点的合上，渐渐的进入了梦乡。原来大熊猫的心情也体现在脸上，看到将爷爷过来的瑞宝，嘴角就会不自觉地向上扬去。只要看到将爷爷过来，瑞宝心情就会莫名的开心。昨天轮到将爷爷值班为姐妹俩喂奶了，率先喝完盆盆奶的瑞宝看着旁边辉宝的盆盆奶若有所思，刚要走到盆盆奶旁边，便被将爷爷一把拖了过来。然而第一次没喝到的瑞宝并没有放弃，趁着将爷爷给辉宝摆正姿势的间隙，我们的瑞宝又发起了攻击。没想到将爷爷眼疾手快把瑞宝拽了回来。被拽回来的瑞宝一边懊恼地摸着自己的头，一边舔着舌头，好像在说：“爷爷，我就再喝一口。”看着不放弃的瑞宝，将爷爷只好先把它放到滑梯上。看到辉宝喝完盆盆奶，将爷爷赶忙收拾战场，防止再次被瑞宝偷袭。而此时的瑞宝正看着江爷爷拿着盆盆奶离开。喝完盆盆奶后的辉宝正慵懒地躺在滑梯上休息，而这时无聊的瑞宝则在四处打量滑梯的构造。只见瑞宝在滑梯处左看看右看看，看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构造的瑞宝便放弃了这项研究。一会儿无所事事的瑞宝又被开门的声音吸引住了，便爬上小木架准备去查看。刚爬到一半的瑞宝看到江爷爷摆着胳膊进来了，看到爷爷过来，瑞宝立马停住了脚步，微笑着等待爷爷过来。瑞宝这可爱的模样让爷爷忍不住去抱他。等江爷爷走远后，瑞宝还沉浸在爷爷的抱抱中，直到江爷爷在滑梯处呼唤瑞宝，瑞宝才逐渐清醒过来，随后便屁颠屁颠地跑到了江爷爷面前。看到江爷爷从滑梯上滑下去，瑞宝也模仿着爷爷从滑梯上滑下去。滑下去的瑞宝试图抱住江爷爷的腿，没想到被江爷爷的一个跳跃给躲开了。这时爷爷看到瑞宝跑到了小树下，便赶忙来阻止瑞宝爬树。被成功阻止后的瑞宝开始转过身来跟江爷爷反抗。由于瑞宝现在的力气越来越大了，在反抗过程中不小心把江爷爷的手套给撕破了。知道做错事的瑞宝便开始放弃反抗。等爷爷走远后，瑞宝还探出小脑袋看了看江爷爷有没有生气。此刻的宋爷爷感觉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巅峰时刻，身边躺着辉宝，身后还有正在望向自己的瑞宝，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这周不仅瑞宝和辉宝生活得很好，爱宝也是越来越快乐了。现在爱宝在室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而爷爷们将竹子放在树上的小亮台上，也是为了让爱宝多练习一下攀爬，以及好好观赏一下树上的风景。毕竟站得高看得远，树顶的风景要比树下的风景漂亮很多。这周宋爷爷还怕姐妹俩无聊，于是便给姐妹俩淘来了2个竹筐。宋爷爷猜想一会儿姐妹俩收到这个竹筐后肯定会很开心。宋爷爷给竹筐进行了消毒，然后便给姐妹俩送了过去。宋爷爷为了让姐妹俩能边吃边玩，还在竹筐里放置了许多新鲜的竹叶。而这次是瑞宝率先对玩具产生了好奇，瑞宝凑上前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接着瑞宝尝试对着其拍了一巴掌，确认其有没有攻击性。等确认好没有危险后，瑞宝便开始研究爷爷给的小竹筐了。瑞宝发现了竹筐里面满满的竹子，瑞宝探着小脑袋观察着竹筐，检查着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而辉宝这里还在树上呼呼大睡，这一下2个竹筐都属于了瑞宝。瑞宝表示根本玩不完。一会儿辉宝听到开饭了，这才从树上下来。宋爷爷在吃完饭后又给小竹筐拿了回来，不过此时瑞宝已经玩腻了，而辉宝则刚开始对竹筐产生好奇。辉宝带着一个竹筐偷偷给其藏了起来。辉宝这占有欲可真强，不过爷爷很喜欢，因为辉宝这样直接给宋爷爷的情绪价值拉满了。看到辉宝对自己的礼物如此喜欢，宋爷爷很是开心。
辉宝一头扎进竹筐里，想给自己整个熊都塞进去。俩熊玩耍了一下午的竹筐后，姐妹俩回到家，肚子都饿坏了，爬进妈妈的怀里就开始干饭。除此之外，这周乐宝也很健康。春日的微风吹过园区，乐宝舒适的坐在小亭子上吃着竹子，简直不要太幸福。宋爷爷来到园区打扫卫生，瑞宝和辉宝看到爷爷来了，便凑上前，给爷爷增添起了工作量。宋爷爷晃动着竹子，挑逗着姐妹俩，看姐妹俩敢不敢跳下来。此时的姐妹俩，一个负责在后面卖萌，一个负责招揽爷爷，让爷爷上来坐会儿。宋爷爷这时弯腰去清理小亭子下面的青团，而辉宝则在上面不断喊着，让爷爷别打扫了，让其休息一会儿。辉宝突然的关心让爷爷感动坏了。宋爷爷打扫完卫生，爱宝走了进来。爱宝很喜欢爷爷和自己这样轮流营业的模式，这样工作时间不会太久。爱宝来到小木床上后，瑞宝和辉宝便开始折腾妈妈了。辉宝率先反应过来，爬到了妈妈背上，想让妈妈背着自己，大熊背小熊，像是只有动漫里才会出现的场景。辉宝爬到爱宝身上，牢牢抓着妈妈，防止自己掉下来，但无奈当辉宝的脚丫离开滑梯平台后，便直接掉了下去。掉下去的辉宝试图再次爬到妈妈身上，辉宝尝试了一阵，发现自己爬不上去，于是便将自己内心的脾气全发泄在了妈妈身上。而今天依依再去看姐妹俩时，爱宝正躺在小亭子上和瑞宝玩耍，爱宝啃咬着瑞宝的小鼻子。依依们表示，爱宝这个样子像是在啃咬巧克力，难道瑞宝的鼻子是巧克力味的？瑞宝则不断地阻止着妈妈。瑞宝表示自己可不能成为大熊猫界唯一一个鼻子是白色的大熊猫。而此时的乐宝则正在室外园区享受着自己的惬意熊生。乐宝每天的生活虽然很单调，但依依们每次看到乐宝这个样子，都会觉得乐宝现在很享受。一会儿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母女三个躺在小亭子上睡着了，三只熊三个睡姿看上去安宁且祥和。瑞宝还在睡梦中伸了个懒腰，这小模样别提多可爱了。看来以后小滑梯不再是母女三个休息的地方了，因为上面太小，睡不开三只熊。依依看了母女三个5分钟的睡觉时间之后，来到了室外园区。不过此时福宝还没有出门营业，室外园区只有福宝的3层别墅在。到瑞宝和辉宝接连几次的摔倒，宋爷爷都无动于衷。宋爷爷这怕不是因为福宝的离开，自己给自己锁了心门。虽然这些摔打对姐妹俩来说造不成什么伤害，但是福宝小时候在摔倒时，宋爷爷不仅会一个快步冲过去，还要将其搂进怀里哄上半天，真是一胎照书养，二胎当猪养。再加上有了一胎时分开的心碎与悲痛，这一次宋爷爷或许又将心藏了起来，亦或是因为过于的关爱，总是被人说是装的演的。换谁看了这样的话，心里也难免不会感到伤心。现在只希望宋爷爷能够重新找回自己对宝家之前的那份热爱。而在今天，宋爷爷给姐妹俩送来了雪竹竹笋，让其品尝。这雪竹竹笋可是福宝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小零食，因为它是季节限定，所以显得比较珍贵。而且福宝一共就吃了3年，而辉宝这里似乎还没有对竹笋的味道感兴趣，一边吃一边浪费。或许是因为小孩子的味蕾都是需要慢慢发育的，虽然辉宝现在不爱吃，说不定等长大后就喜欢吃了。而宋爷爷这拍摄角度和拍摄方式3年了，一点改变也没有，始终都是怼脸拍，让辉宝品尝完。轮到瑞宝了，瑞宝看着爷爷这新款手机不错，爬上前仔细观察了一番。想必三星要是请宝家给自己手机做代言的话，三星手机一定会在韩国卖爆。宋爷爷还指着手机跟瑞宝介绍着手机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而这时的辉宝从树上滑了下来，凑到爷爷和姐姐身边一起玩耍。宋爷爷给姐妹俩抱到小亭子上，辉宝啥也不管，抱着爷爷的皮靴就啃了起来。园区除了爷爷的皮靴，已经没有可以吸引辉宝的东西了。宋爷爷这怀抱2只大熊猫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幸福。一会儿5点半到了，宋爷爷抱着姐妹俩回家。懂礼貌的辉宝每次下班还要跟姨姨们挥手说再见。而瑞宝这里，宋爷爷总是喜欢给七公主抱。瑞宝躺在爷爷怀里，跟姨姨们挥手，这模样宛如一个大号的布娃娃。没想到江爷爷在照顾爱宝和乐宝之前，工作这么杂，不仅动物园的任何动物江爷爷都照顾过，就连动物讲解员的工作江爷爷也干过。这天有韩国艺人团队来到动物园，而江爷爷这个时候正干着动物解说员的工作，刚好是江爷爷接待了他们。江爷爷给其安排上车后，在开车前还兴奋地带着其喊了个口号，而且还用的是中文。하나 둘 셋 하면 출발! 네, 하나 둘 셋 출발! 没想到江爷爷在早年间就拥有这么强的综艺细胞了。口号喊完，江爷爷发动他的小车车，以每小时5迈的速度行驶在路上。江爷爷一边开车
一边尽职尽责地为嘉宾们讲解着沿路的风景以及建筑。虽然江爷爷一个镜头也没有，但却在映控全场。当嘉宾们第一次见到骆驼时，江爷爷停车让嘉宾们投喂。江爷爷像哄小孩一般带其玩耍着。看过骆驼后，又来到了大象馆前。这时的大象们还没有竹子吃，而此时的大象也不知道，等再过2年，自己的食谱里面会多一项竹子。没想到江爷爷开的车还能水陆两栖，可以让嘉宾体验在水上漂的感觉。不过这长颈鹿群里为什么会有一头驴呢？江爷爷开玩笑地表示，这是动漫电影《怪物史莱克》里面的那头驴。一会儿嘉宾们又看到了斑马，江爷爷像哄福宝一样哄着嘉宾问斑马有几条花纹。江爷爷做动物饲养员的经历可真是丰富啊！不知道要是再给江爷爷一次选择的机会，会不会在动物园提议派自己照顾大熊猫时选择拒绝？命运使然，如果江爷爷当初不选择去照顾大熊猫，或许江爷爷的生活会平淡中带着一些美好，每天可以按时下班回家陪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但相对的，江爷爷选择了照顾大熊猫，以江爷爷现在的名气，似乎也可以和这些嘉宾们一样，出门有人拍照，像爱豆一样了。但与之带来的就是每天的忙碌和没空回家陪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甚至自己能够清晰地记得福宝出生的日子以及具体时间，但是对于自己孩子的出生时间却无法做到毫不犹豫地直接说出来。而对于宝家来说，能遇到江爷爷是幸运的，而且除了2个爷爷以外，还有许多的宝家粉丝陪伴在其左右，这让宝家的旅韩生活是幸福且快乐的。宋爷爷今天给姐妹俩制作了一个竹子胡萝卜的小伞，宋爷爷将竹子小伞递给了正在小木床上的瑞宝。瑞宝拿过竹子小伞来后，先是被上面的胡萝卜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瑞宝对着竹子伞上面的胡萝卜就是一大口。宋爷爷贴心地帮瑞宝扶着竹子伞，让瑞宝放心啃。看来瑞宝以后也会是一只爱吃胡萝卜的大熊猫。除了瑞宝以外，辉宝对胡萝卜也很感兴趣。前2天姨姨还拍摄到辉宝偷妈妈胡萝卜的视频，要不是爱宝来得及时，胡萝卜高低要被辉宝在上面留下2个牙印子。现在2个爷爷照顾瑞宝和辉宝，就和照顾人类小孩一模一样，说爷爷们给瑞宝和辉宝当成了自己的亲孙女，真是一点也不为过。看江爷爷和姐妹俩玩耍时的这眼神，别提有多宠溺了。而瑞宝和辉宝有了爷爷的照顾，爱宝现在的生活也很是悠闲。看爱宝趴在小滑梯上这舒适惬意的模样就知道了，爱宝的嘴角不自觉的上扬，真是可爱。爱宝不愧是爷爷口中大熊猫界最漂亮的大熊猫。早上接爱宝和姐妹俩出门上班，发现爱宝身上蹭了一身的咖喱，爱宝给瑞宝和辉宝挤在角落问姐妹俩到底是谁干的，但姐妹俩没有一个承认的。一会儿姐妹俩出门营业，爷爷跟着姐妹俩一起来到室外园区，此时姨姨们还没来，园区只有宋爷爷自己在。瑞宝刚出门就爬到了树顶，辉宝看到后也想爬到树上玩耍，而瑞宝此时则正往下爬去。不过此时瑞宝的姿势有点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不出所料，瑞宝最后没坚持住，从树上溜了下来，摔在了辉宝身上。有辉宝在下面当垫子，瑞宝这一下摔得并不是很疼。中午姐妹俩回家后，爷爷来到房间继续陪姐妹俩。此时辉宝正乖乖坐着，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小小脑袋里似乎有着大大的疑惑。而瑞宝这里正埋头呼呼大睡。一会儿爷爷拿来盆盆奶给姐妹俩喂奶，瑞宝闻到盆盆奶的气味后立马醒了过来。姐妹俩现在吃盆盆奶越来越听话，不吵不闹，而且还懂得细嚼慢咽，不会狼吞虎咽。给姐妹俩喂完奶后，宋爷爷来到了福宝房间。福宝即将回国的事情让爷爷对福宝更多的是不舍与伤感，而似乎是感觉到了爷爷的心情不是很好。福宝回头看向爷爷，还伸出手臂，像是要给爷爷一个大大的拥抱。福宝这懂事的样子让宋爷爷都快忍不住眼角的泪水了。这周爷爷分享了很多和福宝相处的视频，也是为了想给姨姨们尽可能多分享一些福宝最近的样子。爷爷将苹果递给福宝，但福宝似乎并不是很想吃，而是背靠爷爷坐着，想让爷爷给自己按摩。福宝跟爷爷隔着栅栏撒着娇，这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这个样子像是福宝躺在了爷爷的怀里，这都是福宝感觉到幸福后的表现。忽然间福宝坐了起来，口中又开始吐泡泡了。看来爷爷是又在小苹果里放了驱虫药，怪不得刚才福宝不想吃苹果。宋爷爷这个老六本来温馨的画面一下被福宝吐泡泡的样子给破坏掉了。第2天宋爷爷再次接福宝下班，但此时
福宝正在室内园区睡觉，还没醒。爷爷在树下记录着福宝睡觉的样子。福宝打了个哈欠，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福宝嘴里的哈喇子全掉在了爷爷头上。爷爷用手指错位拍摄福宝，试图叫醒福宝，但最后叫醒福宝的不是爷爷的动作，而是宋爷爷在福宝耳边不断念叨的声音，给福宝吵醒了。晚上福宝回到家后，福宝睡在了小木床底下。之后，宋爷爷跟福宝说过晚安，便下班回家了。江爷爷正在收拾室内园区，此时爱宝已经回室内休息了。园区只留了双胞胎和江爷爷。调皮的瑞宝在爷爷打扫卫生时不断的捣乱，而辉宝的异常乖巧反而让爷爷担心。爷爷走到辉宝身边，查看辉宝的情况。姐妹俩这时又互换灵魂了。姐妹俩这调皮的状态还整上轮班制了，这或许也是在为爷爷着想。这要是姐妹俩一起调皮，爷爷不得跟老鹰捉小鸡一样，在园区里疯跑。江爷爷收拾完竹子后，扛着竹子离开。而此时的福宝还没有想出来营业的想法，于是将爷爷给姐妹俩搬运到了小亭子上，先是给瑞宝运送了过来，之后将爷爷重回小滑梯，给辉宝也抱了过来。将爷爷给双胞胎姐妹俩都抱到了小亭子上后，自己也坐下来休息了一下。将爷爷坐在小亭子上，骄傲地跟来看自己的游客们介绍着自己的2个大胖孙女，这让来观看的姨姨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爷爷表示，在一旁闻竹子的是姐姐瑞宝，而在自己怀里的是妹妹辉宝。爷孙仨的快乐时光让姨姨们看了既开心又治愈。辉宝抱着爷爷的手玩耍着，旁边的瑞宝看到爷爷只和妹妹玩，便一点一点开始吃醋，也开始往爷爷怀里爬去。辉宝感觉到爷爷不摸自己了，立马翻身爬起来和姐姐争宠。将爷爷起身，让姨姨们单独观赏双胞胎姐妹俩，但是姐妹俩总是跟着爷爷跑。爷爷给姐妹俩抱起来，让其给姨姨们打了个招呼，之后将爷爷离开，继续去收拾园区打扫卫生。瑞宝激动的想跟上爷爷，但结果从独木桥上滑了下来。只要爷爷们在园区，姐妹俩的注意力便全在爷爷身上。等依依重新去排队，再次回来时，双胞胎姐妹俩已经回家了。此时轮到了福宝营业，福宝百无聊赖的在园区走来走去。福宝走到小亭子上，从身边的竹子里挑选了一根出来，开始用竹子打发时间。福宝没有吃竹叶，而是吃起了后面的竹茎。福宝是懂什么季节吃什么竹子的，根本不用爷爷们过多去操心。早上爷爷来到双胞胎姐妹俩的房间，给姐妹俩送早餐。辉宝听到爷爷叫自己起床的声音后，率先醒来。辉宝走到爷爷身边，开始自己的美味早餐。辉宝吃上饭后，爷爷来到瑞宝身边，在瑞宝身上寻找开机按钮。而隔壁房间的爱宝此时也醒了过来，看着奶爸为自己的孩子忙碌着，爱宝此刻的幸福感爆棚。爱宝看了一眼，转头继续睡觉。而江爷爷则开始了自己的带娃时间。爷爷摸着瑞宝的小肚子，一旁的辉宝看得都吃醋了，表示自己也要。吃饱后的姐妹俩开始在小木床上玩耍，瑞宝躺在辉宝的身上，很是享受。爷爷说瑞宝很会生活，只是当时熊辉宝不太愿意。姐妹俩吃完饭后，爱宝开始带姐妹俩出门上班。爷爷给通道门打开后，瑞宝和辉宝立马冲出房间，姐妹俩比赛看谁跑得快。爱宝现在完全将双胞胎托管给了奶爸，自己根本不用操心，只需要享受生活。而姐妹俩随着长大则越来越调皮，有些事故也都是在爷爷意料之外的。瑞宝上一秒还好好的坐在小爬梯上，下一秒就掉了下去，任谁都会猝不及防。将爷爷立马心疼的走上前，给瑞宝抱起，检查瑞宝摔坏了没有，顺便给瑞宝清理一下身上沾的灰尘。晚上下班后，爷爷再次来到房间，看姐妹俩在干嘛。辉宝此时正在小木床上研究竹子，瑞宝正在床下躺着玩耍。辉宝听到姐姐发出的声音后，爬到姐姐身边，下一秒姐妹俩不知哪个地方又没看对眼，直接打了起来。一会儿姐妹俩都爬到了小木床上，姐妹俩为了一根竹子又抢了起来。虽然此时辉宝的屁股下面还有很多竹子，但姐妹俩一致认为自己手里的这根最好吃。爷爷问爱宝要不要管管，而爱宝的眼睛里则透露出一副自己已经置身事外很久的样子。爱宝一起身，从身下变出来2只熊猫幼崽。爱宝跨过姐妹俩，坐在了里面，倚靠在小树上继续睡去。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爱宝和姐妹俩都醒了，母女3个来到小滑梯上玩耍。灵活的辉宝又在解锁室内园区的新地图了。辉宝试图爬到左侧的树杈上，而瑞宝这时正在被爱宝收拾。爱宝起身看到调皮的辉宝，又站起身凑到辉宝身边，表示让辉宝注意安全。辉宝不听，甚至还让妈妈不要多管闲事。爱宝此时心想，还不如装作没看到，
这下好了，根本脱不开身，画面肉眼可见般的变得混乱起来。爱宝给辉宝收拾完，又来到了瑞宝这里，给瑞宝也从树上拽了下来。瑞宝比辉宝乖巧，被妈妈揍也不吭声，不反抗，被妈妈叼着晃来晃去。最后，爱宝给瑞宝丢下了小滑梯。不过这还没有完，爱宝紧接着从滑梯上跑了下来，给瑞宝重新抱进怀里，继续玩耍。此时的瑞宝在爱宝手里就像是面团捏的一样。一会儿，福宝出门营业，此时宋爷爷在小亭子上放了一堆小石头。福宝来到小亭子上逛了一圈，只发现了几块小石头，没有发现竹子以及小零食。于是福宝便从小亭子上下来，径直走去了室外园区。室外园区的竹子很是丰盛，而且此时宋爷爷也在室外园区陪着福宝。福宝躺在树上的小亮台，一边吃着竹子，一边还时不时回头看向爷爷。等下午福宝回到室内园区，福宝想要提前下班，在门口徘徊着。宋爷爷为了安抚福宝的小情绪，来到园区给了福宝一块大窝头。乖巧的福宝接过爷爷的窝头，另外的窝头宋爷爷给福宝放在了小亭子上，而福宝则乖乖地坐在通道门口吃着手里的窝头，眼睛跟随着宋爷爷身影移动着，没有丝毫的攻击性，而像是一只听话的大猫咪。福宝吃完窝头后，在爷爷的通道门口转了一圈，然后走向了小亭子，去吃另外的半块大窝头。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1282天，体重依旧稳定在200斤以上。今天一到达室内园区时，爱宝正趴在小滑梯上陪姐妹俩睡觉，姐妹俩睡在滑梯平台上，爱宝则坐在小木床上，身子趴在滑梯上，静静地陪着姐妹俩。爱宝对姐妹俩都是在默默的付出，虽然爱宝也在睡觉，但一有点风吹草动，爱宝立马就会察觉。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的小亮台上，虽然今天天气很冷，但对于福宝来说，这个温度刚刚好。福宝坐在小亮台上，观察着室外园区的风景，而乐宝这里又在尝试给自己改名字了。乐宝的目标依旧是立牌上的名字缩写。乐宝抱着名字立牌，一顿啃咬。好在这次宋爷爷粘得比较牢固，乐宝啃了一会儿，啃累了便放弃了。之后，乐宝又跟姨姨们摆弄了一下自己的身姿，尽情地释放着双开门的魅力。一会儿，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此时辉宝正在小亭子上，宋爷爷拿出手机记录着辉宝调皮的样子。宋爷爷转身示意辉宝爬到自己背上来，自己给辉宝背回家。辉宝不但没有让爷爷背，反而咬了爷爷一口。宋爷爷再晚点回头，辉宝都要给宋爷爷的小马甲咬破了。宋爷爷看辉宝并不想被背回家去，宋爷爷换成了公主抱。宋爷爷给姐妹俩接回去后，福宝从室外园区走了回来。福宝来到园区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姐妹俩和妈妈的气味。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后，来到了小亭子上吃东西。竹子吃完，福宝又在园区转了一圈，还在小滑梯上挠了挠痒。最后感觉到无聊了，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蹲在了通道门口前。福宝这是想回家休息了，坐等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瑞宝、辉宝姐妹俩上周的生活日常来了。这天是1月7日，此时瑞宝、辉宝正在吃奶。江爷爷来到房间，准备给姐妹俩吃完奶的奶盆拿走。虽然姐妹俩都给奶盆舔得干干净净了，但都依旧不想放开。辉宝趁爷爷去拿瑞宝奶盆时，扶着瑞宝的身子直接站了起来。辉宝这核心能力越来越强了，乐宝身上那点优秀基因全给辉宝了。姐妹俩看到自己的奶盆被爷爷拿走了，便直接抱着爷爷的大腿，不让爷爷走了。吃过早饭，姐妹俩该上班了。爷爷先是给爱宝测量了一下体重，但此时辉宝躺在爱宝脚边不断的捣乱。一会儿通道门打开，爱宝率先走出通道门口。爱宝完全没有去管瑞宝和辉宝，所以只能由江爷爷给瑞宝和辉宝抱出来。但辉宝看到爷爷给自己抱出来后，接着又走了，而辉宝则追着爷爷又跑了回去。不过一会儿，爷爷给瑞宝抱出来时，辉宝又跟着爷爷跑了出来。辉宝最近有点活泼过头了，爷爷给瑞宝放到小亭子上后转身离开，但辉宝却没有要留下来的意思，又跟着爷爷跑走了。江爷爷这刚上班就已经开始喘粗气了，不过好在给姐妹俩放下后，江爷爷可以去休息一会儿。而姐妹俩刚出园区还没5分钟，这边又打了起来。辉宝咬着姐姐的皮套，用力的拉扯。瑞宝对最近的辉宝表示根本惹不起。辉宝再也不是刚出门时的社恐熊了，不过瑞宝也不是吃素的。瑞宝正面刚不过就搞偷袭，而爱宝则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从来到园区后就一直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姐妹俩发生了什么？爱宝根本不去管。一会儿，瑞宝走到去往小树上的独木桥，但走到一半就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这一摔直接给瑞宝摔懵了，这应该是瑞宝出门后第一次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将爷爷看到后，立马来到园区安慰瑞宝，给瑞宝清理了一下摔脏的身体，一脸心疼的抱着瑞宝离开。真不愧是亲孙女。时间来到1月22日，今天将爷爷来到园区，和姐妹俩玩起了捉迷藏以及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姐妹俩扮演老鹰，爷爷扮演小鸡。小鸡带着2只老鹰满园区跑，不过2只老鹰现在自己还照顾不过自己来，小鸡没抓到，自己都快给自己摔懵了。下午2点，姐妹俩下班回家，刚到家，姐妹俩就问爱宝要奶喝，看样子是刚才跟爷爷玩了一会儿，玩饿了。而爱宝则闭眼默念，轻声的要忍住，不能打。宋爷爷又来护栏上摘熊了，调皮的辉宝一天不知道要被爷爷救下来多少次。被救下来后，辉宝好像还有点不服气，转头看看爷爷走没走，确认爷爷走后，然后继续爬。辉宝每天不是在爬栅栏，就是在想办法爬栅栏。而瑞宝则因为不会爬栅栏，有点难过，心想妹妹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下一秒，辉宝就从栅栏上摔了下来。爷爷开门关门，辉宝都不会受影响。辉宝像是一个挂在护栏上的熊猫挂件。而今天将爷爷的团队还在一起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宋爷爷考虑到现在的室内园区太旧了，于是便买来一些草种，然后均匀地撒在了室内园区，等到来年春天，园区里就可以重新焕发生机了。饲养员们为了让瑞宝和辉宝出门玩耍，可谓是做了十足的准备。这时的江爷爷表示，辉宝的体格子要比瑞宝大，但是现在瑞宝却先适应了新环境。江爷爷表示自己对瑞宝寄予厚望。앞으로도 루이바오가 기대가 됩니다. 호이바오도 기대해요. 此时的江爷爷殊不知辉宝将在2个星期后拿捏整个室内园区。今天姨姨来看瑞宝辉宝时，此时母女3雄都在小木床上，辉宝正背对着姨姨们吃竹子，而瑞宝正在小树上玩耍。瑞宝给自己折腾到了树杈中，样子很是乖巧。直到下午，江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姐妹俩跟着爷爷转起了圈。江爷爷将竹子收拾完后，便来接姐妹俩回家了。江爷爷先给辉宝抱了回去，而瑞宝则跟着爷爷来到了员工通道前。当爷爷准备抱瑞宝时，瑞宝转头就跑了。江爷爷给瑞宝抱起后，跟姨姨们说了声再见，便抱着瑞宝回家了。昨天江爷爷拿着一块浴巾，正在为姨姨们表演着大变活熊。江爷爷把浴巾拿开，辉宝就被变了出来。姨姨们捧场道，夸江爷爷这个魔术真神奇。爷爷拿着浴巾给变出来的辉宝擦拭着身体。江爷爷给辉宝擦完身体后，拿着浴巾去到了瑞宝身边，打算再给姨姨们表演一个大变瑞宝。当下午姨姨再次排队来看福宝一家时，福宝正在树上睡觉。宋爷爷给福宝送来了窝头和胡萝卜，想着让福宝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吃。而今天姨姨依旧是起了个大早来看福宝一家。当姨姨来到园区时，辉宝和爱宝母女俩正趴在滑梯上享受着这安宁的熊生。爱宝在左，辉宝在右。不过辉宝躺了没一会儿便开始折腾，像极了不爱睡午觉的小孩，小脑袋里只想着玩点什么好。而这时的福宝正在室外营业，在园区转来转去。由于瑞宝和辉宝出门营业后，爱宝乐园的游客人数再次刷新了记录，而现在福宝室外园区的观看时间也被限定在了5分钟。姨姨在福宝园区观看了福宝5分钟散步的样子，然后重新去排队。姨姨这一次排队排了240分钟，等来到园区时，爱宝已经带着瑞宝、辉宝回家了，而福宝此时正在树上挠痒，江爷爷则在旁边为福宝收拾竹子。等江爷爷收拾完竹子离开后，福宝没一会儿就趴在树上睡着了。福宝的睡姿看上去很享受。爱宝正坐在草地上吃胡萝卜，爷爷看着爱宝这个样子，控制不住的发出了耶波耶波的声音。爱宝这健康且可爱的状态简直太漂亮了。爱宝这乖乖吃竹子的样子很是乖巧。一会儿，爱宝听到了过山车的声音，抬头看去，虽然爱宝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本已见过许多大风大浪，但是对一些声音还是很敏感。爷爷表示这样很好，表示爱宝依旧有自我保护的意识。而此时辉宝正在练习攀爬独木桥，爷爷则在旁边不断的鼓励着辉宝。爷爷的鼓励对辉宝很是管用，不过此时辉宝身后的瑞宝却没坚持住，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在爷爷的鼓励下，辉宝成功爬到了小亭子上，将爷爷镜头向下，碰巧和正在偷偷观察自己的瑞宝撞了个对眼，于是瑞宝便对爷爷发起了追逐。下午姐妹俩下班回到家，辉宝和瑞宝练习起了吃竹子。爷爷表示等瑞宝和辉宝8个月大时就可以正常进食竹子了。爷爷问姐妹俩竹子好不好吃，姐妹俩没有回答，都在埋头吃竹子。看来姐妹俩对竹子的味道都可以接受，但竹子和妈妈的奶水比起来，姐妹俩当然是要先选择妈妈的奶水了。瑞宝和辉宝在爱宝怀里争抢着，都想多吃一口。
这气势就差打起来了。不过姐妹俩倒是讲究，吃一会儿还知道彼此换换位置。等姐妹俩吃完奶，将爷爷拿来毛巾为姐妹俩擦身子。有时爷爷也分不清姐妹俩身上的水渍是爱宝的尿液，还是饮水盆的水，亦或是粘在身上的奶水。爷爷表示不管是什么，擦干净后都一样。爷爷给姐妹俩擦完身子，但姐妹俩咬着毛巾不想放开，爷爷索性给毛毯盖在她们头上，这下都老实了，瞬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乖乖等待着爷爷来解救自己。不过当爷爷给毛巾拿开后，姐妹俩仍是不长记性，还要继续玩，乐此不疲。将爷爷摆弄着小脑袋，正在和瑞宝、辉宝玩耍，不知道将爷爷头摇得晕不晕。今天瑞宝和辉宝给身上造得脏兮兮的，姐妹俩趴在小滑梯上望着彼此，简直不要太可爱。辉宝觉得自己离姐姐有点远，还给自己往前挪了挪身子。瑞宝看出妹妹的意思，也主动迎合着妹妹向前爬了爬。姐妹俩有点相互奔赴的意思，简直不要太可爱。而此时爱宝正在吃竹子，一口接着一口，看着爱宝这大口大口咀嚼的样子，就知道今天竹子很可口。没一会儿，一个小脑袋从竹子堆里探了出来。有依依能认出这是谁来吗？先给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不是福宝。看鼻子上这一个圈圈，是辉宝没跑了。上一秒姐妹俩还在好好的玩耍，等依依再回来时，姐妹俩便又打闹了起来。姐妹俩躲在小树后面给自己打掩护，不过辉宝看上去精力更旺盛一些，看来辉宝这是逐渐适应了室外园区的生活，而眼前的南天竹却遭了殃。而今天瑞宝就显得文静了许多，小手握着观景竹，小心翼翼地观察。而此时宋爷爷正在室外园区陪着福宝，用手机记录着福宝玩耍的样子。随着天气开始变晴的原因，福宝的园区的雪也融化的差不多了。